刚才说什么？里面有人闹事儿。秦雪，你快去找红云百货营业部的相关负责人，调查一下这位员工的具体情况，然后配合好我们下一步的相关检查工作。啊，好。哎，云总，你干嘛去？我上去看一下。好，我跟你骑。哎呀，人师从啊，云师从。哎，我看看他这次到底能怎么办。看他以后还敢不敢去商场搞什么暗访？云石头，你给我出来！你给我出来！云石头，您先不要激动，我就是于石头，有什么事儿您可以跟我说。这个臭小子也去了。罗健，你赶紧去看看去。啊，我现在就去。你就是云石头。还我血汗钱！老先生，你先冷静点。冷静。冷静。怎么冷静？石头。段飞，没事吧？伤到哪里了吗？基本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清楚了，笔录也已经做了。你受伤了，回去跟我们接受调查，后续的情况你们去公安局做了解，好不好？好，走，跟我们走吧。谢谢。慢走。你手怎么了？没事儿。什么没事儿？我们也去医院，快点。你好，请问你是病人家属吗？哦，我是。哎，病人现在怎么样了？啊，病人没事儿，他只是皮外伤，但是他非要跟一个叫做张福顺的住在同一个病房。张福。啊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喂，秦雪。喂，石头，段飞怎么样了？医生说他已经没什么事儿了。啊，没事就好。哦，对了，明天早晨你要跟我去见一个重要的客户，我们不能再拖延了，好吗？好，那我明天过去。一定要来公司啊。明天见。今天上午11时，中年男子张某在红鼎旗下大型商场与跳楼闹事未遂。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现场发回的画面。徐若海，你马上准备一份张福顺的材料递给我，要完整的。还有，给段飞也发一份。好。没事吧？要不要我帮你叫护士？大叔，
你为什么要选择闹事啊？你为什么不向公司领导反映情况？反映有什么用？领导们都忙，哪会理会我们下属员工啊？最后还不是不了了之？大叔，我是红鼎集团安保部部长段飞，你有什么困难你可以跟我说，没准能帮到你。不用了，没人能帮到我。大叔啊，你看看你腿脚都动不了，我呢，胳膊动不了，我们是病友，互相帮助嘛。哪位病人需要帮助？哦，你帮我解开吧。不行，如果现在剪开绷带的话，你的伤口会发炎的。不会发炎的，赶紧的，难受死了。今天就是说破天，我也不会给你剪开。你不剪我自己剪了。哎，你干嘛呀？老老实躺着。老老实。哎呀，我想上厕所。好，我给你把固定的吊带剪开。好。不用挂在上面，但是绷带是肯定不能拆的，不然的话，伤口感染了，有你好受的。谢谢啊。谁啊？老大，我们来看你了。怎么样，老大？挺好的。死婆婆，我跟你说，待会儿回你开车啊！不，你什么东西？你知道楼下保安跟我说什么吗？怪我！小九，没事，你们聊。老大，给我平不起！你给我他什么人呢？你知道他就不能……别吵了！你后面藏的是什么呀？快拿出来！啊，你最爱的棒棒糖，怎么样？你贴心吗？这是，老大，这是什么呀？哦，喜欢吗？这不也是棒棒糖吗？棒棒糖怎么了？挺好看的。好看？要我说你们就没有新意，都什么呀？老大，这个怎么样？太好了，这个好吧？我也觉得这个好。来，果果，马季，没有我的。对不起，老大，商店买2送1，只有3瓶。医生说了，你不能喝酒。要不然你闻闻。行了。闻闻。来，庆祝老大光荣负伤出院，干杯！小九，来一杯吧。好香。果果，马季。嘘。喂。喂，段飞，你还好吗？疼，全身都疼。大夫说我伤口感染了，我感觉我快要死了。你别担心，你肯定会没事的，我马上就过去。就1瓶够了，你先多喝。就1瓶，多少酒买？你去呀！那么吵，你去都喝那么一点点。喝完没有？谁在那儿？没有人。你就抠，每次买1瓶。你不会再
喝酒吧，受伤还不好好休息。我说我都不爱说，你每次喝酒去了，不就那么舔就是抠啊？就喝那么一点点，你这怎么了？你们俩抠行吗？你这边想跟你说，你不用说，酒也没怪我。吵什么呢？不知道这里是医院吗？太过分了！大爷腿脚本来就不好，还让他一个人在外面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你干嘛呢？不知道这里是医院吗？谁让你把酒带进来的？给我！好了，探望时间到了，你走吧。快点儿！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爸，你昨天上哪儿了？你要万一出了点事儿，你让我怎么办呢？啊，爸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看我现在这不好好的吗？你现在好好的，我才骂你呢。要是出了事儿啊，那就晚了。好，好，好，你说的都对。别不嫌烦啊，说你都听。行，爸，我现在不想听你说话，我现在准备出去跑步去了。段飞的胳膊怎么样了？你怎么不在医院陪着他？他的那些狐朋狗友都在，还需要我干嘛？啊，这是张夫妇的一些信息，我已经让人告诉段飞了。这个老张我认识，他是个老实人。那你觉得是谁指使他的？还偏偏挑在我去商场做调查的这一天。这个就需要再去调查了。你们要暗中搜集证据，蓄势待发。等等，为了红顶，委屈你了。段部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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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还没睡啊？睡不着啊，你一直在说梦话。我说什么了？没听清楚啊？叽里呱啦的说什么？不要杀我，不要杀我之类的话。到底谁要杀你啊？说来听听。没有什么，可能是我太紧张了。不说就算了。本来还想跟你说，有人要害你的话，你可以跟我说，我会保护你的。
没什么，这都是家里的事情。你是说你妻子的肝癌吧？这个病很难治，你家里的积蓄也快花完了吧？这个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还知道15年前你就进了红鼎集团，还托人把你妻子安排到商场去做导购员。可惜啊，公司人员有变动，你妻子下岗，你儿子还在上初中，你压力很大，所以选择了激进的方式来解决问题。其实我现在觉得也挺后悔的，都是我一时想不开，太冲动了。谁都会犯错，现在悔改还来得及。大叔啊，云总已经派人给你妻子送去了手术费，给你安排了最好的医生和医院。过2天检查之后，你就可以陪他一起去做手术。云总真是个好人，都是我做了傻事，我对不起云家父母。我只希望你妻子做完手术之后啊，配合警方作证，指证让你挟持云总的人。好，没问题，我一定会全力配合。段飞哥哥，你怎么不回我短信？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不睡觉啊？我睡不着，我去找你好不好？不行。你不让我找，我偏找。我知道你在医院。你怎么会知道我在医院呢？只要是我苏小雅想知道的，都能知道。你别来找我，我不在医院。行了行了，一会儿见。老板，这个韩元仓永远让我们给他擦屁股。他什么意思？高进打电话来，说让我们帮韩元仓做掉一个人。谁呀？就是昨天那个工人。没问题，只要您一句话。可是那个工人现在跟段飞住在一个病房里。哎，这倒巧了。你现在马上去找人把这人给我做了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把段飞一块给我做了。我看行。千万别给我把事情办砸了，别留下什么把柄。干，我这儿有个计划。你小子挺上道啊！就这么干了。行，那老板我去了。